既然如此多的无数星辰，那么我将你们全部吞噬就可以了。萧炎神色一变，周身的绚丽火焰顿时开始暴动起来，一股可怕的火焰气息直接在萧炎的手中散发而出。地炎之火便是出现在其手掌之上，然后另一只手掌上则是出现了一道白色火焰。此火焰一出，令得这里的星辰都是暗淡了一丝下来。如今萧炎拥有2道火焰，一道是圣火地炎，一道是神火幻虚。如果能够找到神灵之物，那么将会有着成神的资格。而收服玄虚神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就是还没有将其炼化吸收，因为神火中有着火神本源，这股力量不是人类的身躯能够承载的，所以必须找到神灵之物，然后在自身的体内种下神骨，才能够有着成神的资格。只有这样，萧炎才会将玄虚神火彻底的炼化。而且幻虚神火有着一道独门的神技，也不知道这神技究竟是什么。星辰光陨，我萧炎必须要将你找出来。随着话音的落下，萧炎双手之上的2种火焰开始相互的融合。原本圣火与神火本就不是一种火焰，想要融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萧炎的身上有着神秘的焚诀，有了这道焚诀功法，融合大咒中的火焰基本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焚诀功法人人都想得到，不过当年想要得到焚诀之人恐怕都已经死在萧炎的手中了。此时地炎与幻虚神火开始相互融合，在其上还有着数道金色的能量在不断的游走。原本2种火焰的能量都是极为霸道的存在，此时此刻在焚诀功法的催动下，都变得有些温顺起来，竟然开始融合，能够让神火这等神之火焰与圣火进行融合，只有焚诀才可以做到了。神怒轮回，一道低吼之声自萧炎的嘴中喃喃发出，然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萧炎的手掌之上竟然有2道颜色火焰相融。下一刻，萧炎手掌上散发出神圣光辉的地炎和幻虚，幻化成一道奇异圆环，圆环的边缘呈现出多种绚丽的颜色，还有一层被神圣光辉所包裹，散发出地炎前所未有的毁灭力量以及神之力量，并且圆环中还有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轮回之力，无论是元气还是灵魂被吸入圆环中，都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神怒轮回，去吧！萧炎的话音一落，奇异圆环逐渐的以萧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去。这一招神怒轮回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因为在这之中有着一股幻虚神火的火神本源，整个次空间中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这股能量波动可以吞噬一切事物，连这处空间都开始变得虚虚实实起来，并且极度扭曲。随着神怒轮回的这一道奇异黑洞无限的扩大之后，将这里的无数星辰都吞噬其中，瞬间在这圆环中爆发出了响彻天地的能量爆炸声。四世里面有着恐怖的力量正在摧毁这些星辰，以如今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施展出神怒轮回，比起当年第一次施展的时候更为的强大恐怖。而且那时候是萧炎激战天人界幽阴主之时，急中生智，利用地炎与纪元遗迹幻境中的幻虚神火微弱的火神本源进行了融合，制造出神怒轮回的威力，直接重创幽阴主，并且成功的脱离了幻虚神火创造出来的幻境。那时虽然是第一次施展，但是这一次的施展才是真正的神怒轮回，其蕴含的力量乃是彻底的融合了幻虚本源能量，所以这次所施展的神怒轮回威力更强更恐怖，能够与神怒火莲的力量堪比。如果是神怒火莲是单体伤害最强，那么神怒轮回便是群体伤害最强。约莫过了半刻之后，原本黑点大的黑洞此刻已经扩散到与次空间1/3大小，空间上这道无比巨大的黑洞中时不时地散发出一道接着一道的光芒以及爆炸的声响，最后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这里的星辰也被黑洞中的力量摧毁了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几百颗星辰还在散发着光芒，但是被黑洞中的恐怖能量在不出几秒的时间里皆是陨灭。终于是解决了吗？萧炎吐了一口气，抬头望着上空处那黑暗无边的黑洞，在其里面已经看不到任何星辰所发出来的光芒，看样子这里的星辰已经全部被萧炎处理掉。紧接着萧炎的手掌一挥，巨大的黑洞顿时开始无限缩小，然后直至消失不见。原本这处空间本就是黑暗，只不过在这些星辰上散发出来的光芒微微照亮了一些。现在这些星辰被萧炎的神怒轮回彻底摧毁后，只有一片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此时萧炎的面庞便是露出激动之色，因为他看到了在他的上空处有着一颗散发出极其微弱光芒的星辰，难道那就是神灵之物？星辰光陨，萧炎的身影原地消失，下一刻就出现在这一颗星辰的不远处。看着这颗星辰，直径约莫20公分陨石般的东西正在缓慢的旋转，在旋转间其上的光芒一闪一闪，散发出肉眼看不见的星辰波动。不过在萧炎主进灵魂的感知下，可以100%的确定这道星辰波动中有着一道神圣的气息，这股气息能够承载神之力量，看来这就是神灵之物了。萧炎见状直接兴奋地伸出手掌，不过就在触摸到星辰光陨的时候，一道神圣的波动直接弹开了萧炎的手掌。这者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是令得萧炎有些震惊，没想到在神怒轮回这等可以击败一位神的力量下，竟然还没有彻底的将其神性磨灭，依旧还有着一丝残留，不过仅仅只有残留的神性。刚刚那股能量波动竟然还是如此之强，要不是刚刚神怒轮回的力量磨灭了星辰光陨大部分的神性力量，
恐怕必定会被这一道神性所反噬。一旦被神灵之物的神性反噬，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强，或者实力不够的话，就将会被这神灵之物吞噬殆尽。这也就是为什么灵动牧尘二人没有那么着急的去寻找神灵之物。萧炎的目光凝视着星辰光陨，刚刚被残留的神性攻击后，这一次萧炎则是非常的小心翼翼，旋即手掌上便是出现了地炎之火，整个手臂上皆是被地炎给包裹而尽。一只绚丽的火焰手臂散发出可怕的炙热气息，周身的空间温度都开始急速的上升起来。星辰光陨，今日我要定你了。随着萧炎的低沉声响起，绚丽火焰的手臂也是在第一时间轰击出去，然后一道巨大的火焰之拳直接爆射而出，一声巨响便是在空间内响彻而出。可怕的炙热气息将星辰光陨的那残留的一丝神性给彻底的磨灭。要不是此前有着幻虚神火的能量，仅仅靠着地炎力量的话，必定不能磨灭星辰光陨的神性。此时萧炎暗自道，神火的威力果然是恐怖如斯，日后成神就靠体内的幻虚神火了。想到这里，萧炎也不再多想，直接伸出将20公分大小的星辰光陨抓在看手中，在触碰的那一刻，一股神的气息便是从其中隐隐的散发出来，令得萧炎整个身躯都是兴奋起来，体内的元气都在不由自由的沸腾。神灵之物终于到手了，日后就拿你作为我的神骨吧。萧炎的双眼望着手中的星辰光陨，就算以萧炎的定力，在此时此刻都难以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自己从斗者一路走来到如今，已经是一位最强主宰者，可是这还不是他的目标。自从他了解到大周的信息后，主宰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神奇境。想要冲击神指境，就必须寻找到神灵之物，在体内种下神骨，方才能够承载神之力量，不然就会承受不了神之力量而爆体而亡。如今萧炎也已经找到自己的神骨，自然是最为开心和兴奋。要不是自身的实力强大，拥有幻虚神火的力量，也不会那么轻易将神灵之物的神性磨灭，从而轻易到手。如果是别人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获得神灵之物了，必定还会与这些神灵之物斗上一斗。萧炎收起星辰光陨之后，便是看了看此处的空间，不再做任何的停留，身影刚欲移动，却被一股神圣的力量所笼罩，一束束金色的光芒自这处空间绽放而开，原本无比黑暗的空间被这些金色光芒再次照亮了起来，而且随着金色光芒越来越多，直接让此处的空间充满着无比神圣的一股韵味。怎么回事？萧炎停下要离开的脚步，转身便是看向了这突然起来的变化。有意思，这里竟然残留着祖龙的意志。粉老心中暗自道。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金色光束冲瓣而起，在其上空处有金色云雾开始凝聚，随着不断有金色光束一道接着一道射向上空后，一道巨大神圣的光幕开始从金色云雾中落下，其中有着无数颗微粒光点不断的上升，一道巨大的龙身便是隐隐约约的浮现在光幕之中，便是带着一道可以洞穿整个天元界的龙吟之声响彻起来。这道龙吟声波直接弥漫在整个天元界中的每一个角落中，仅仅这一道龙吟声便是散发出如此恐怖又神圣的气息，让得萧炎都是忍不住的身形微微一颤。究竟是何等强大的神之气息，才能让萧炎的身躯都情不自禁的颤抖起来？竟然以主宰境的席位，便可拥有神火这等大咒神物。此时光幕中的巨大龙影散发出无比神圣威严的声音，这道神圣威严之声入耳后，伴随着一股无形的神圣能量，也随之将萧炎的整个身躯笼罩起来。我的身体竟然无法行动，无论萧炎如何催动体内的元气，竟然都无法发起对抗，就连对抗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股神之力量也太强大了吧！萧炎的身躯还在不停的不由自主颤抖着，因为这股神之力量远远的超越了萧炎的所能抵抗的范围，甚至比起王无天简直高出太多了，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你叫什么名字？巨大的龙影再次发出一道声音，小被萧炎被这股神之力量给压制，萧炎也是勉勉强强的强撑着这股压力，孜孜语语的回答道：原来如此，你是第3等级世界的人类，竟然在天元界中获得机缘，让自身的实力提升，仅仅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这般天赋恐怕已经与元尊那家伙一样了。我是天元界诞生时，是这方大界的第一序列神，名叫祖龙，是我创造了诸天神灵之物，为了就是让天元界中的各大诸天生灵能够有机会冲击神指境。没想到数万年过去了，如今被一位来自其他世界来的生灵率先获得了神灵之物，还真是不可思议啊！祖龙的声音散发出无尽的神威，听到此话，萧炎的神色都是瞬间一变，身躯都是无比的紧绷起来。祖龙，天元界第一序列神的祖龙，在萧炎震惊持续了片刻之后，终于是恢复过来。祖龙前辈，你不是身陨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萧炎吃惊的疑惑道：这是我的一道残留意志，本来一直就存在于此空间里，只是被你刚刚所施展的神火力量给无意间的激发了。祖龙说道。祖龙前辈的出现，想必有着什么事情吧？萧炎有些不信，毕竟祖龙的实力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将其激发出来的。看到萧炎那不相信的坚毅面容，祖龙的龙身微微摆动起来，随后说道：看来你的观察力很强，连我都无法骗过你啊！
的确，我的出现并不是你的神火影响，而是我在此处等你很久了。此话一出，直接让的萧炎更是无比的疑惑起来。祖龙在这里等自己？祖龙前辈等我？等我做什么？萧炎轻声细语的好奇问道。被祖龙这么一说，的确是有些摸不着头绪了。自从你来到天元界之后，我便感受到你的气息，然后就是一直在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你竟然还真的击败了第三神，而且又拥有2种火焰，连我都很吃惊。在你的身上似乎有着一些连我都看不透的秘密。祖龙的语气中也的确充满了一丝惊异。祖龙的那双龙眼便是盯了萧炎看了片刻，然后言归正传。如今你已经找到神灵之物，日后便可冲击神界，成为一方神祇，必定会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我本不是天元界的神灵，我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灵。此话一出，萧炎也是微微一惊。此前冯老就说过，祖龙和先天神族皆是来自更高等级世界中的神灵，所以各自都拥有着自身独特的大能。看到萧炎那并不是非常震惊的神色，祖龙微微一顿道：似乎你并不是很吃惊，难道已经知道本祖龙不是这个世界的神灵？萧炎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然后问道：祖龙前辈，自然你不是这天元界的神灵，为何会出现在此方大界，还创造了诸多神灵之物，成就更多的修炼者能够成神？听着萧炎的问题，祖龙摆了摆长长的龙尾，回想起很久之前的画面，就连强如祖龙都是心生忌惮。大洲分9界，而我所在的那一界处于第1等级，每一个等级又分3个大界，天元界乃第2等级首位的大界，又进入神纪元。但是比起第1等级那些世界，根本不在一个上面，因为第1等级的世界被称之为神界，神界在第1等级中有3个，它们分为诸神万界、无量神界、万兽神界。其中诸神万界是3大神界中最神秘最强大的神界，就连我的实力在诸神万界中都属于下等水平。闻言，萧炎的神色终于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那是惊骇之色。要知道，祖龙的境界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乃是先天神做梦都想踏入的第1序列之位。可是就算如此，第1序列神的力量在诸神万界中都是属于下等水平，如此可见，这神界究竟是强大到了什么程度？神指境已经是大宙最高等级的境界，可是就连序列神的力量在第1等级世界中都是属于下等水平。这一瞬间又让萧炎有了全新的了解。祖龙前辈的意思是说，第1序列神在第1等级世界中都属于下等水平。萧炎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序列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特别是刚刚感受到祖龙的神之气息时，直接令得萧炎连反抗之力都没有，他不敢往下想。祖龙发出龙吟的笑声道：呵呵，大洲很大，虽然只有9界，但是3大神界的面积以及其中的那些神之大陆，比起第2等级、第3等级的世界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就连数量都是有着万千座大陆。无尽的大宙中，你现在所走之路还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大世界你还没接触到呢。神之境的确是大宙最高境界，也是神之领域，但是在神之中也分强弱，同样有着不同神境的等级划分。序列神只不过是神奇境中最基本的神，而在序列神之上还有更高的神境。目前你的实力仅仅还只是最强主宰巅峰，待你日后种下神骨，进行蜕变之后，你也会踏上成神之路。一旦踏上神之路，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神之路中还有更远的路要走。踏上神之路的确是所有主宰者所一生都想追求的境界，因为成神之后便可让自己的肉体蜕变神体，拥有人类无法承载的神之力量。不过神之路修炼的难度比起人类所修炼的境界更加的困难无比，所以想要成为众神之神，就必须不断的磨练自己，有着一颗坚毅不拔的心性，而你也应该就属于这类人，我说对吧？祖龙讲了一大篇有关于神指境的信息，萧炎也是一字不漏的记在心里。看来就算成为神祇，在神指境之中还有更高的神境，序列神只是第1步，那么序列神之上那又会是什么神呢？不过萧炎也没有想那么多，如今自己的实力还仅仅只是最强主宰巅峰，距离准神都还有不少的距离，更别说是神祇了。但是祖龙最后一句话也是说中了萧炎的内心。当年他从废物之名背负了3年，被那然嫣然退婚，这种屈辱一般人是忍不下去的。可是如果他是一名真正的强者，必定有着异于常人的心性，而萧炎就是一名真正的强者，从3段斗之气晋升斗者。后来在药老的帮助下，萧炎闯过魔兽山脉、塔塔尔沙漠、黑角域，就是这些所带来的磨练，让的萧炎一步一步变强大起来。后来成为斗皇、斗宗以及斗尊，就连斗圣都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入，最后获得驼蛇古地的传承，成功晋升斗气大陆最高境界的斗帝。如果不是一个人有着真正强者的心性，懂得暂时隐忍，在生死边缘不断的磨练，涅槃重生，怎么可能会达到比常人以及一些天骄更加率先的达到更高境界呢？就算成为斗帝，来到上位面的大千世界，同样以自身真正强者的心性和天赋，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创立了大千世界最强霸主势力无尽火域。而萧炎也成为了众多圣品天至尊中的传奇人物，炎帝萧炎之名响彻整个大千世界。后来又召唤了苍穹榜，
在其上刻下自己的姓名，成为主宰者。到如今，就算以主宰者的实力，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强大力量，震慑了第2等级之首天元界里的无数天之骄子，以自身的强大力量击败准神，甚至还击败了第3序列神。这等实力，恐怕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所有天之骄子。所以以萧炎的天赋和心性，日后成神，在神之路中想要变强，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依旧不会退缩一步。真正的强者可以隐忍，但是绝不能后退半步。所以就是萧炎的这一点被祖龙看中，所以祖龙的出现也正是如此。祖龙也一直在寻找这类人，元尊也是如此，而现在的萧炎也是如此。这类人很少，但是一旦有这类人，日后必定会有着非凡的成就。萧炎也没有否认，自己也的确是这类人。虽然达到如今的高度，不仅仅是全部靠自己，在身边也有着非常多的引路人，而有了这些愿意帮助自己的引路人，或许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在真正的强者之路里步步攀升，带着一些人的希望，一起进步，一起实现。而萧炎想要变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能够有足够的强大实力，守护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以及自己的世界。只有变得足够强大，自己的世界才不会被界外强大的种族入侵，发起战争和毁灭。这些事情萧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他不想要再有这类事情的发生，也绝不允许。就是有着这样的守护之道一直在心里，萧炎的成就才会越来越强大。就算日后真的踏上神之路，再困难萧炎也绝不会有丝毫的退缩。而且一旦下等级世界中有一位神的诞生，便可飞升第1等级世界中。到时候如果受到一些神势力的关注，可以让自身所在的世界气运达到前所未有的临界点，可以让这方世界里的所有生灵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无数的强者将会诞生。天元界正是如此，自元尊成神之后，便是让天元界进入神纪元，各大诸天的强者皆是有着机会踏足冲击神指境。见到萧炎也没有否认。祖龙缓慢地摆动着自己的巨大龙身，其上所散发出来的神之气息，足以令的第3序列神甚至第2序列神都为之惊颤。刚刚给你讲述了一些大概的信息，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接下来本祖龙所说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天元界，创造神灵之物，成就各大诸天生灵，个个能够有机会成神。听到这里，萧炎也是一脸严肃，因为接下来的事情也是萧炎所关心的。一般情况下，第1等级世界的神灵是很少降临第2等级或者第3等级世界中，因为他们以及属于大宙的第1等级世界，其中的资源比下等级更加的丰富无比。要是来到这些下等级世界，对于他们的修炼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的帮助，反而还会受到世界的压制，使得自身的实力大大的减弱。祖龙悠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龙吟之声缓缓传出。刚刚已经说过，第1等级分3大神界，而我便是来自万兽神界。万兽神界吗？萧炎嘴中轻声呢喃。万兽神界中有3大神兽族，这3大神兽族皆是大宙中所有魔兽的鼻祖，不管是下等级的魔兽还是其他高等级的魔兽，皆是我们3大圣兽族的所创造。而我们虽然是大宙无数魔兽的鼻祖，但我们不属于魔兽类，而是比魔兽更强的神兽。闻言，萧炎的脸庞都是微微一动。魔兽或许他了解一些，因为自己的爱妻彩铃也是一位魔兽中的女皇，如今管理着千元界无尽火域之内的事务，而魔兽大陆则是由当年的优美杀女王掌管。可现在则是知晓了，在魔兽之上还有神兽，而神兽乃是所有魔兽的鼻祖。难道说自己的爱妻彩铃也是由祖龙创造吗？萧炎便是带着一丝疑惑问道。祖龙前辈，我有一位爱妻，她是吞天蟒一族，不会也是她的鼻祖吧？祖龙闻言，微微发出一丝龙吟般的笑声道：吞天蟒们不过不是本祖龙创造这一族的。不是？萧炎一脸好奇，刚刚不是还说祖龙是所有魔兽的鼻祖吗？怎么现在又说不是了？而接下来祖龙所说的话，更是让的萧炎都震惊十分。吞天蟒一族是圣龙创造的，所以你爱妻的鼻祖应该是圣龙。圣龙？正是，本祖龙创造神灵之物为主，而圣龙则是创造魔兽为主。不过日后如果你有机会飞升第1等级，便会知晓，虽然我们都是神兽，可是神兽之中也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我身为世间最后一条祖龙，如今也已经深陨，不知道如今祖龙族如何了。虽然祖龙来到了天元界，也在这大界中创造了很多神灵之物，或许这是祖龙给天元界生灵的馈赠吧。祖龙微微的叹息了一声，接着道：我之所以来到天元界，也是因为万兽神界在几百万年前发生了一场神兽之间的战乱。我们3大神兽族中的神龙族，为了想要掌控整个万兽神界，想要成为万兽之神，便有了野心。随后神龙族便是对圣龙族以及我们祖龙族发起了进攻，就此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暴乱惨烈的神兽间的乱斗。随着这一场的乱斗发生后，我们整个万兽神界的所有其他兽族都受到了影响，其中特别是我们3大神兽族，皆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在战斗中我们也看到了惨烈的战斗画面，可是神龙族他们已经被野心冲昏了头，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场神兽之间的乱斗，不管是哪一方都无法退一步，也无法和解。既然已经死伤无数，那么心里就觉得
不能让他们都白白牺牲。最后三大神兽族的乱斗越来越猛烈，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灭族的阶段。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天降一道可怕到极致的火焰，直接进入到我们万兽神界中。恐怖的火焰能量将我们三大神兽族焚烧了无数族兽，而且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就连祖龙、圣龙、神龙都是无比的震惊。下一刻，这道火焰直接化为恐怖的火海，差点将大半个万兽神界都差点化为虚无。如此可怕的火焰能量，令得我们终于瞬间恢复了理智，停下了战斗。为了万兽神界不被这天降神物的火焰毁灭，最终三大神兽族暂时放下野心，神龙、圣龙、祖龙开始联合对抗这道突然天降的恐怖火焰。不过这火焰实在过于强大，就连三龙联合也只能短暂的可以与之对抗。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三龙决定施展出万兽神界的一道神法封印，才硬生生的将这道火焰给进行分裂成三道。